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，双方临时停火。欧美队伍新一轮援助，乌克兰全境降雪，战场的强度开始下滑。在全球最具含金量的迪拜航展，俄罗斯代表团零成交，欧美三巨头狂揽670亿美元。11月22日，以色列国土报报道，以色列内阁同意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。根据协议，哈马斯释放50名被扣押人员，而以军在加沙地带停火4天。此外，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人员，停火就会延长1天。原计划于11月23日正式生效，但是却意外延迟。路透社11月23日引述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，延迟的原因主要是卡塔尔与哈马斯没有签署协议，于是延迟了24小时。11月23日的时候，卡塔尔方面表示，以色列与哈马斯于11月24日早上开始为期4天的停火。同时，埃及新闻总署署长拉什万宣布，埃及确认加沙地带临时停火协议于11月24日上午7时生效。事实证明，这次没有意外了。目前，临时停火协议已经正式生效。那么，停火之后的加沙变成了什么样子？根据临时停火协议，以军将暂停在加沙地带所有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。在加沙地带南部上空，以方飞机暂停飞行；北部上空则是每日停飞6小时，并且允许数百辆装载物资的车辆进入加沙地带的所有地区，包括燃料这种之前禁止的物资。以军承诺在临时停火期间不会在加沙地带逮捕或攻击任何人，并确保加沙城南北走向的主干道萨拉丁路畅通。哈马斯的卡桑旅也发布声明，临时停火期间停止所有军事行动。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4天内，加沙将不会再有爆炸声、空袭。法新社援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·安萨里的话报道，临时停火协议开始执行后，哈马斯将在4天内分批放人。以色列媒体报道，根据双方制定的流程，哈马斯会先将这批人员移交给红十字会，随后再转交给以色列国防军代表，再对他们进行体检，并送至医疗中心后，这批人员才能回家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只是临时停火。以色列时报报道，11月23日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对以军作战部队发表的讲话称，在临时起火期间，组织起来，做好准备，进行调查、补给武器，并做好继续行动的准备。按照加兰特的说法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后，以军军事行动预计将至少持续2个月，这是肯定的。以哈双方都表示，停火只是暂时性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战斗很可能会重新开始。不过，对于哈马斯而言，失败是必然的，临时停火只是使其稍微有了一点喘息之机。以色列媒体报道，以军已造成哈马斯10%的战斗人员死亡，30%的地下隧道被摧毁。约旦明日报称，哈马斯的武器，特别是火箭弹等库存已经告急，他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量火箭弹的能力正在削减。在双方军力和实力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，哈马斯正面作战肯定不是以军的对手。硬碰硬只能吃亏，而地道战哈马斯也无从展开。以第9R为主的平推战术直接让哈马斯的地道丧失作用。同时，中东媒体认为，以色列已经达到在加沙北部的军事目标，未来以军的军事行动会集中在南部地区，以色列将逐渐蚕食限制哈马斯的能源供应，使其断电，没有新鲜空气，从而将他们从地道中逼出来，以此一步步缩小哈马斯占领区。俄罗斯国家新闻社11月22日援引以色列政治学者西蒙·齐皮斯的话称，任何停火都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，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。同时，齐皮斯预计加沙地带的冲突将至少持续到明年年中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目前临时停火协议已经生效，持续时间还不是很确定，说不定会继续延长。哈马斯每多释放10名被扣押人员，停火就会延长1天。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内，加沙以外的冲突就说不准了。11月23日，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布声明，该组织当天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4次直接打击，其中2次针对阿萨德空军基地，另外2次针对库尔德自治区首府阿尔比勒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。
对于这点，火力军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段时间，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基地多次遭到伊拉克民兵武装的袭击。不过，美国之前就宣布加强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防空，所以没有什么损失。当然，没损失不代表事情完结。对此，美国的反应就是打回去，对敌方实施精确空袭。另一边，美国海军也没闲着。路透社11月22日报道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表示，美国在11月22日上午击落多架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的无人机，没有船只和船员受伤。不过，加沙地带临时停火，以色列周边的势力大概也会安静一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不仅是加沙地带平静了下来，俄乌战场的强度也降了下来。这2天，乌克兰全境降雪，各个战场的强度与月初相比大幅下降，双方的火炮与无人机成为重点。同时，乌军对俄本土的袭击也是愈发频繁。根据俄媒报道，11月23日，莫斯科州利特卡里诺市一座变电站附近发生爆炸，导致莫斯科州多个地区断电。乌克兰战略司令部证实，乌军袭击了赫尔松州、奥列什基夫沙州上的俄特种部队指挥所，具体伤亡情况尚待公布。让火力军来说的话，乌军能否在冬季取得战果，主要还是看北约的援助，而这点各位完全不用担心。11月21日的时候，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抵达基辅进行突击访问，主要目的就是讨论援乌，比如对乌军士兵的培训计划以及军事援助事宜。好消息是，真的有援助计划。德国已经宣布新一轮1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，其中包括4套 IRIS-T 系统、8000枚新型反坦克地雷、1套爱国者系统、150毫米弹药。大部分援助将在12月中旬抵达乌克兰，其中155毫米的炮弹大约有2万枚，比之前援助的数字都要多。只能说，德国炮弹正在增产。第17次拉姆施泰因大会也已经召开，会上多国宣布了对乌军援承诺，比如荷兰军援价值高达20亿美元，卢森堡将拨款1000万美元，挪威向乌克兰重建和经济支持信托基金捐款2200万美元，支持重建。英国和挪威将在黑海为乌克兰提供海上支持，并且还成立了新的地面防空联盟，由德国和法国领导。联盟包括20个国家，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空能力。当然，欧盟这种大佬也不能忘。11月22日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，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轮15亿欧元的援助。迄今为止，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达到850亿欧元。至于额外拨款500亿欧元的意向，就算是匈牙利不同意，欧盟还有 B 计划。同时，乌克兰真理报11月22日报道，乌克兰议员称，最佳情况下，乌军可能会在明年春末部署 F-16。炮弹这方面，法国已经同意从欧盟之外采购155毫米炮弹，以完成2024年3月前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的承诺。有了那么多援助，可以预见接下来的俄乌战场，俄军更难受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战场失利，战争延续时间太长，俄罗斯民众对俄军的信心再次下降。根据11月21日公布的盖普洛民意调查结果，自俄乌战场以来，俄罗斯民众对本国军队的信心已经下降5个百分点，从80%下降到75%。虽然还有3/4的俄罗斯成年人仍然对军队有信心，但是与战争开始前的数据相比，已经显著下降。高伤亡、部分动员令以及瓦格纳的起义都是民众信心降低的催化剂。俄乌战场之外，也出现了有意思的事情。俄媒11月23日报道，俄罗斯议会通过了2024年预算，将军费开支增加到政府总开支的1/3以上。只是俄军支出扩大，却没有多少进项。俄罗斯去迪拜航展卖武器，结果成交量为0，还赔了不少钱。反观欧美3巨头，直接狂揽670亿美元。多家媒体报道，在全球最具含金量的迪拜航展上，俄罗斯代表团颗粒无收。俄媒军事评论甚至称，俄罗斯代表参加本次迪拜航展，就是在参加一场没有订购的表演。这个最具含金量，就是字面意思上的含金。
中东那边都是不在乎价钱的大客户，俄罗斯零成交着实有些搞笑。本次迪拜航展，俄罗斯代表团也展出了不少新武器，比如改进型伊尔 76MD901E、苏 35S、卡 31A11M、米 171A3， 还有 R77、R37、KH69 以及 S350E 和维京防空系统。俄罗斯代表团这是满怀信心来的，只可惜事与愿违，搞了好几天零成交，1分钱都没挣，再算一下参展费用还赔了不少。这样的场景还是挺难见到的。在2017年的迪拜航展上，俄罗斯代表团可是收获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巨额订单。在2021年的迪拜航展上，也收获了13亿美元的订单。中东那边的客户不缺钱，在历年的迪拜航展上，俄罗斯多多少少都能拿到订单，但是像今年这种零成交的情况还是第一次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火力军觉得，第一点就是国际形象不行，已经被孤立了。阿联酋给俄罗斯代表团安排的展位位于展馆后方，跟洛马、波音和空客的展位可以说是有多远就安排多远。而本届迪拜航展的总成交额达到了980亿美元，但这3家军火巨头就拿到了670亿美元的订单。俄罗斯代表团只能待在角落里，别说订单了，连汤都喝不到。第二点就是武器性能。虽说俄罗斯代表团声称俄制武器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之一，但实际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唯一表现好的也就柳叶刀，像战机、防空系统之类的武器已经跌落神坛了。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在性价比、可靠性以及全寿命成本等方面，与俄乌战场上的北约武器相差甚远。偏偏中东的客户不差钱，要买就买最好的。第三点就是售后和诚信的问题了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客户看上俄制武器之后也不敢下单。俄罗斯的军工企业早就进入战时状态，全力完成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订单。至于出口订单，排队吧。甚至还出现了私吞别人武器的情况，就比如印度送去俄罗斯升级的 T90S 直接被俄军送到了俄乌战场，这种情况下谁敢买呀？俄罗斯代表团在迪拜航展零成交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因为侵略乌克兰，俄罗斯已经被大多数的国家孤立，而这是俄罗斯自己选择的路，怪不得别人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加沙地区的临时停火能持续几天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